是我觉得很适合上学化的妆容，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其实妆感不需要太厚，只要看起来有精神就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的时候应该大家跟我一样，很常有就是各种夜唱啊、夜冲、夜什么各种夜晚的活动，以至于我们的黑眼圈就其实非常非常的重。你看我现在其实还是蛮深的黑眼圈。当然还有加上过敏的关系啦，但总之我黑眼圈一直就是在这边迟迟的不肯撤退。那我觉得有黑眼圈看起来整个人精神就会被影响到很多，所以只要黑眼圈一遮掉，整个人看起来大概就比原本至少多了1倍的活力吧。然后再上一些淡淡的妆容，其实就很适合去上课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大学生妆容吧。那我今天要使用的是 Maybelline 的擦擦笔，它有3个色号很难念，一个是 Light， 一个是 Medium， 一个是 Neutralizer。那我第一个使用的是 Medium 的色号，那我先用最深的色号遮一下黑眼圈。那它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就转动这个杆子，然后它就会有遮瑕液被送到这个海绵头，然后当海绵头的遮瑕液稍微有点跑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上脸了。然后我会先用点的方式，就把遮瑕膏点在眼下，然后再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拍开，尽量不要用抹的，因为用抹的话，你就很容易把它的遮瑕度抹掉。遮了1层的感觉，应该已经很明显可以感觉到这边深非常多，当然这边还是没有完全遮掉啦，只是这样比就有差别了。好，那我们再上第2层，遮了第2层的感觉，你们看这边真的黑非常多，这样相比起来，我觉得这边黑眼圈看起来超爆重的。好，那通常呢，遮完1层深色之后，我会再盖1层就是亮一点的颜色。那我刚刚说 light 对我来说有点太白嘛，所以我会盖 neutralizer 这个颜色，那它就比刚刚这个稍微浅一点点。好，你们现在看，就是遮瑕膏的颜色其实跟我的肤色会稍微深一点点，对，但通常眼下这个部位是需要提亮一点的嘛，就你要让这边蓬起来，所以我会在这边上亮一点的色号，这样。好，那这边的黑眼圈就差不多是遮好了，就是先用深的，再用浅的，这样，那这边也一样。好，那这样就差不多2边都是遮完了。这一个擦擦笔遮瑕膏呢，它其实含有一些保养的成分，有枸杞之外，还有一个我不会念的成分，它拼法是 HALAXYL。那我上网查呢，这个成分就是很多知名的眼霜里面都有这个成分，它就是专门针对黑眼圈的保养成分，所以遮瑕同时其实也是在修护你的眼下肌肤这样。好，那眉毛呢，我使用一个就是这个Maybelline 的这个眉彩盘，但因为我的盒子已经破了，看起来有点破烂。画完眉毛才发现我忘记上粉底。好，其实我也不会真的上就是整脸的粉底，因为其实该遮的地方都遮住了。其实你只需要用你习惯的粉底，稍微把就是遮瑕跟自己原本的肤色稍微均匀一下，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今天使用这个 Super BB 霜，是 Maybelline 他们家的。那你们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直接用自己手边现有的习惯用的粉底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用一点点，然后稍微把刚刚没有涂到遮瑕的地方，以及就是遮瑕跟自己原本皮肤的边界稍微把那个界限弄更不明显一点，均匀一下整体的肤色。就有上过遮瑕的地方就不需要再上了，不然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比较厚重的妆感，这样就失去我们的上学妆的那个初衷了。然后定个妆，之前在那个 Kelly 的影片看到他用那种小小的笔定眼下，然后我觉得真的还蛮持久的，就只有眼下我会特别这样定，剩下的地方就用大人 mist 粉刷扫过。再来，我们就
可以画一点鼻影，因为上学我们的妆比较淡一点，所以鼻影就也不要打太重，就一点点加深那个深邃度就好了。再来呢，眼妆，那因为我现在有接睫毛，不然平时我上学有可能会直接不画眼妆，那就算要画，我也是画很淡的，先上个睫毛打底，不是睫毛，眼影打底。那今天我们就上一点淡淡的咖啡色就好。不会做太多渐层，也比较不会用就是太闪的珠光或亮片色，这样其实有一点点深邃度就好了。然后可以加一点点下眼影，上学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也不会打修容啦，就看你们要不要打。那今天我想说稍微瘦一点点小脸，打一点点。好，那因为我想要上学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可爱啊，然后有朝气一点，所以我腮红会打得多一点点，然后颜色会鲜艳一点点，你们看，这样，然后会打到中间来一点，因为平常我腮红比较常是这样斜上来打，但如果你想要稍微可爱一点的话，你可以打到中间这里一点。有时候我鼻子也会带一点。就比较青春可爱，在太阳下晒过的感觉。上完腮红，其实整个人就已经蛮有气色。那因为我腮红用的比较红，所以呢，我唇膏就会用稍微不要那么红，不要那么显眼，不然整个脸会有点太红。那我今天用的是以前就介绍过的 Maybelline 的 Clay Crush 932。那整个妆容就完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是蛮自然、蛮淡的，但是又还蛮有气色，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有活力这样子。插播，你们看我现在衣服不一样，因为其实现在跟我前面那些片段拍摄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现在距离我上妆大概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我想说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款遮瑕衣在我脸上经过时间后它的妆感变化，还有对于这款遮瑕液的怎么样总体心得分享吧。好，那第一个就是它的遮瑕度。那我觉得它遮瑕力其实在前面我上妆的片段就已经蛮明显了，它对于我的眼下黑眼圈遮瑕效果非常的好，大概有遮到7、8成以上。那以这种保湿款的遮瑕液来讲，我觉得能达到这样的遮瑕力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好，那第二点呢，我就保湿程度跟持久力一起讲，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眼下最怕的就是脱妆，就是熊猫眼跑出来嘛。那再来又是怕说它很干，就是让你有皱纹看起来有老态。那像这一个遮瑕液呢，它就是前面有讲过它有保养的成分在，所以它到现在已经7个多小时了，还是非常的服帖。那持久力的部分呢，这种滋润型的遮瑕液啊，我都习惯一定会搭配蜜粉，特别做眼下的定妆。那我觉得这样搭配起来，它的持久效果其实还不错。一样7个多小时了，虽然不像刚上妆时那么完美无瑕，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黑眼圈跑出来，但我觉得基本上6、7成的遮瑕力还是在的，就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有精神的，不会说熊猫眼都跑出来，让你觉得看起来没睡饱啊，然后让你觉得怎么整个人气很虚的样子。好，下一点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包装设计非常的利于携带，因为你们看它的大小，差不多就是1根手指头的大小而已，所以只要你这样子就放进包包，几乎不占什么空间，就非常非常方便带出门补妆。那再来就是它的设计，因为我有用过那种可能包装设计不良吧，就很容易遮瑕衣外露，会弄脏包包或是化妆包。但这个它其实里面这个算是做真空设计吧，它是你这样转，它才会从里面那个管子这样运输到这个海绵头，它基本上这边跟这边是没办法有遮瑕液流出来的，所以就完全不会担心它会弄脏包包。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CP 值还蛮高的遮瑕液。那它的官方定价是330元，但如果你是在其他的通路，像是屈臣氏或是康师美走有做特价活动的时候买，它甚至会不到300元。那我觉得你这样200-300块的遮瑕膏能有这样的表现，遮瑕力好，持久度也不错，保湿力超级好，然后呢携带又很方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不过我觉得它卖的3个色号颜色之间的差别都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黑眼圈擦擦笔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到店里面去试一下自己比较适合哪个肤色再购入。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简单的大学生妆容。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那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个 like。那还没订阅我频道呢，可以按下面的订阅，然后可以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发影片的通知。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